今天要说的这一支票是美股的美光科技啊，这也是咱们的粉丝约稿啊，粉丝约稿。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假设几个问题。这支美股整体走势来说非常的强，那么当前冲到了170美元左右，后期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目前是处于这波主升浪的哪一个阶段？后期整体上涨想要继续参与，中途需要等待什么样的结构和形态来上车？那么我们就需要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析的大类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那么先说一下昨天我们在 B 站上更新了品种是港股的中兴通讯以及港股的中软国际。那么其他还有2支票，我们是放在会员群中更新，分别是美股的奥多比和港股的康方生物。这个每天我们更新的这些视频，当然我们还是要从月线图当中去整体的分析它此前的一个上涨周期的一个结构当前我们来看它整体的上涨结构前期第一轮走势是需要把局部走势放大，我们才能看得比较清楚。那么可以看到整体的走势上涨，在第一次完成上涨一浪之后展开了回撤。那整体的结构在前期的上行趋势里面的话，我们认为此处是走出了1、2、3、4这样一个5浪推动形态。在这一轮的走势结束之后市场是迎来了调整。这个调整在视频开始之前我复盘，后来发现它走出的是一个535的一个锯齿。那在这个锯齿结束之后，市场再次迎来了2次的主升浪这个启动点是在 1.59 美元开始了第二轮的上涨那目前这一轮上涨已经突破了之前第一阶段上涨的这个5浪高点也就是98美元左右，并且在其内部我们发现了延长浪的特征，1、2、3、4、5、6、7、8、9、10、11，这次整体上涨走势已经走出了11波，它已经从传统的5波推动形态中途演变成9浪的这个延长浪，再从9浪延长最终演变成13波的延长走势。那目前我们是处于这个第11波走势当中，后期等这个第11波走势结束之后还会有一次第12波的调整，以及最后一次第13波的最后的上涨冲高。所以从当前的月线走势来看，此次上行结构还远远没有结束可能从时间和幅度上来说的话，仅仅是完成了3/5后期还有2/5的形态和结构以及幅度没有完成。当下我们重点要考虑或研究的就是此次这个延长浪的第11波走势，它上方后期可能会面临哪些压力目标。这里我们要借助到波浪尺来参考一下第一轮的上涨和第二轮上涨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同时我们要参考一下局部的第9波上涨和第11波上涨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看能否在后期的高位找到两者的一个重叠或者是相似的这样一个压力目标。通过以上这种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从月线图当中可以看到，当前虽然是触及到了1:1这个170美元左右的压制，但是后期大概率还会继续往上冲后期整体的压力目标我们主要是要看到 195.20 美元如果在视频合集里面你没有看到，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 B 站图文里面看一下里面的每天更新的有几个视频我们都会以图文的形式展示出来。那么如果说你关注的品种是在会员群中更新的，那么也可以加我们的 QQ 来了解我们的会员权益和福利。我们的会员群主打的是一个这个资讯共享，所以说大家约的票在这个会员群当中都可以看到。
好，接下来我们回归正题，以及 1.382 倍的 212.30 美元，212.30 美元，这就是后期第11波上涨走势潜在的目标压力。那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是第11波当前内部结构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这里我们首先要将时间跨度调整到更小周期的周线图去看一下。从目前整体走势的这个周线图来看局部它是完成了周线级别的推动一浪回撤的第二浪，目前这个第三浪应该还没完成或者说已经处于这个第三浪的后半程，后期会出现一个四浪调整。等这个四浪调整结束之后市场会再迎来第11波内部的第5个子浪第5个子浪。当前我们就是要等待这个第3子浪的一个结束。这里我们继续用到这个波浪尺来测算一下子浪1和子浪3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因为现在我们目测可以看到子浪1内部细分出来又有5个子浪，那子浪3内部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细分的只有1、2、3，可能这数171美元附近这是个4，等这个4走完再走一个5，才会完成这个子浪3的上涨结构那后期只能说是我们只能说是等待这个子浪4调整出现之后，才具备参与到最后一个子浪5的再次上行。当前子浪3或者说子浪3-4的调整还没有结束，子浪3-5的上涨也没有出现，所以说中期波段还需要等待。后期整体子浪3向上运行，潜在的目标压力197，刚才说过197这个位置是一个点位。至于月线更远的位置 195.20， 那通过月线周线的反复寻找，那后近期就关注这个区域，当前处于161，短期可能经过1-2周或2-3周的一个调整之后，它可能会再次往上再冲一下。但是当前这个位置，你如果说要进场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上方的空间不是特别大，而且整体的盈亏比并不是特别合适。后期只能等待这个四浪调整出现之后，我们才能参与到最后这个第5浪的上涨。当然这支票需要持续的跟踪，因为子浪3的高点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对于子浪4精确或者相对准确的这个下方支撑区域很难去估量所以这个需要后期才能给出。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短期这个子浪3内部当中的这个子浪3-4的调整，后期短期下方的一个回撤的一个目标，大致的结构应该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运行的我们再来看看短线、超短线的它的一个支撑。超短线的支撑是位于382到236中值的位置153，也就是说下方的支撑位于153到149，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日线最近的支撑位置。也就是说短期如果回落到上述区域出现底分型和十字星的话，只能说是清仓参与到周线级别三浪子浪3-5的最后一波上涨。上方目标刚才说了195到197这个区域。如果确实按照预期回撤，那么并且在相对的目标价格支撑出现了底分型十字星的话，那么我们参与进去之后，可以考虑比较轻的仓位，然后防守可以比如放在146附近，等于说白了用7美元的空间去博取上方40美元左右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这就是日线短线我们能看到的唯一的机会。当然还需要短期可能还需要调整，因为现在目前的点位距离下方的支撑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还有大概8到12美元的一个空间，所以当前的这个位置进场的话不合适，需要耐心等待回落到位的之后，我们才能参与到子浪3-5的再次上行。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月线、周线、日线将它的长、中、短的结构已经划分清楚了。长线的延长13波走势并没有完成，并且当中的第11波走势还没有走完。那么中线从周线上来看的话，目前只是运行在第11波当中的子浪3的后半程，
从日线上来看，我们运行到这个子浪3-5的机会有可能会出现，所以短期我们需要等待。好，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关于美股美光科技的全部结构分析以及后期的中短期的一个机会。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